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DP。今天我们来聊聊 Cloud Code 的状态栏。Cloud Code 的状态栏是什么呢？一句话简介就是 Cloud Code 非常重要的一个非默认安装的功能。好的，在开始之前，需要打开 dprt.lab00.com， 然后搜索状态栏，就可以看到 Cloud Code 状态栏这个视频的标题以及对应的文档，把对应的文档打开。打开以后的文档放一边，我们不用再管它。我们现在来进入视频的内容。这是 Cloud Code 运行的一个基本状态，它就是一个命令行工具。运行完了以后，你可以在这里输入巴拉巴拉巴拉，让它再去运行，对不对？然后 Cloud Code 的状态栏是什么呢？让我来切换一下。好的，我们现在把 Cloud Code 的状态栏切换回来了。我们来看一下，下面这一行就是状态栏，它有很多种不同的表现形式。我以我正在用的这个状态栏来举例，它分别有哪些内容呢？第一个 P 是当前工作的目录，就是这个文件夹叫什么名字。我们知道 Cloud Code 是基于文件夹工作的嘛，就是你的项目目录。然后 M 是当前用的模型是什么，如果这里 S4 就是 Sonnet 4，然后还有那个 S4.1 什么 Opus 4.1各种各样的模型去切换。然后这边 B 是代表那个分支，就是 Git， 这边我用的是慢分支，然后有158个没有那个 push 的 commit。然后这边 T 是消耗，就是说我的上下文一共是 200K， 现在我用了 0K， 因为我这是一个恢复的对话，所以它不准。如果正常你对话的话，这边会显示一个百分比和你用掉的 K 的数量，到200就是满了，它就会自动压缩。然后这边这个是一个费用，就是说你当前一共跑了多少的流量，它大概的费用是多少。然后最后我用的这个它会有一个状态，就是说它在运行中呀，正在进行啊，或者怎么样，有这么一个状态，这就是状态栏。可以看到的是，有状态栏和没有状态栏是不一样的状态。有状态栏在下面，你只需要稍微用眼睛看一下，你就知道啊，大概是一个什么状态，比光秃秃的要好，对不对？那么我们下面来看看这个状态栏是怎么安装的。OK， 花了点时间，我把状态栏取消掉了，然后我们现在来尝试安装 Cloud Code 的状态栏。首先我这个视频用的是 VS Code 进行的演示，那个 Cloud Code 运行在 Docker 环境中。如果你不知道 Cloud Code 怎么运行，可以看我在这里发的 Docker 版 Cloud Code 运行相关教程的视频内容。然后我们现在先把那个刚刚这个文本还记得吗？把这个打开，然后我们到第二部分。第二部分第一个命令是进入 Cloud 的一个文件夹，我们把这个地方复制一下，然后回到 VS Code 里，右击选添加文件夹到当前工作目录，然后在这上面直接贴我们刚刚的这个内容。这边需要提醒一下的就是，这边是一个曲线一个斜杠，这个部分是会自动替换掉，但这个没有任何问题。我们点添加。点了添加以后，我们就可以看到有两个目录，这个是我的工作目录，这个是 Cloud Code 的主目录。在这个目录里找到 Settings， 就是我这边打开的这个文件。你如果没有 Settings， 点 JSON 你就新建一个，然后网上找一个目录结构塞进去。如果有的话，你就打开。好的，然后我们到第二个命令，在 Settings 点 JSON 里面，我们添加这一段命令，大概就是在后面打一个逗号，然后把它粘进去就 OK 了。如果你是新添加的是什么样呢？就你如果之前没有用过这个文件，你就像我这样直接做一个 JSON 的一个花括号，然后放到花括号的里面就 OK 了。好的，我把我的这个 settings 点 JSON 里面追加了这条状态栏的这个内容。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下，我把这个拉在这个位放到下面，因为我们只看状态栏对吧？我把它放在这个位置，然后这个放在这个位置，然后这边我点保存，看到了吗？它 Cloud Code 会自动刷新，只要加上这一行代码，就可以把这个状态栏给它安装上，全自动的，没有任何问题，然后不需要你做任何额外的操作。我觉得这个符合我对软件的要求，简单高效。好的，这个是这个状态栏的一个版本的样式，我想给大家展示更多的版本样式，所以我们来到这个文档的第三部分，第二个就是我当前用的这个状态栏，我把它打开。打开以后是个 GitHub 的页面，然后一直往下滑，
看到3大主题系统，就可以看到它有这个模式，我们叫它 NF， 然后表情模式、文本模式。我演示的是最简单的一个文本模式，它大概就会变成这么一个状态，和刚刚一样，目录、模型、花费、上下文占比，然后当前的状态，就是这样。如果说需要切换主题的话，只要看下面这边有3个主题对应的文本，我们用的是那个纯文本格式的命令，它对应的就是这边的这一行，只要把它替换掉。如果你要用这个表情模式或者是这个 NF 模式替换过来就行，但是提醒的是，对应的模式是有额外的要求的，这个额外的要求写在这个文档里，有需要自己可以琢磨一下。好的，我们最后来看一下我们的文档的第3部分。在第3部分里列举了5个常见的状态栏工具。大家如果说对我推荐的状态栏不是很满意，那么就可以来尝试看一看这里提到的另外3个状态栏工具，应该会能找到让你满意的状态栏。OK， 最后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总结。我个人认为 Cloud Code 的状态栏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，对我们日常使用 Cloud Code 有非常大的助力。这里也推荐大家，如果有时间的话，可以来做一个尝试，你一定会喜欢上这个工具。好的，这就是这一期 Cloud Code 新手教程关于 Cloud Code 状态栏视频的全部内容。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，请帮忙点赞和转发。如果你有相同的经验想要分享，或者遇到了相关问题，欢迎留言。我是 DB，谢谢。